黄芪是一种中药材，不仅对身体有很大好处，而且还比较便宜。经常吃黄芪呢，可以提高免疫力，滋补肝肾，养护血管。但很多人会担心长期很多人有手脚干裂、脱皮的情况，尤其是脚后跟，严重的还会出血。那脚后跟干裂是怎么回事呢？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：一、缺乏维生素。我们身体是需要足够的维生素供给的，如果缺乏了，身体就可能会出现问题。而维生素 E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 是保持皮肤弹性的3种维生素，如果身体缺乏了，皮肤失去弹性，就可能会出现脚后跟干裂的情况。2、血液循环不畅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很多人都喜欢待在室内，这样长时间缺乏运动，容易使血液循环变慢。而我们的双脚又属于神经末梢，这样会影响到脚部的供血和代谢，从而使人出现脚跟干裂的情况。3、肾气不足。脚后跟这个地方和肾有很大关系，如果经常出现干裂，有时还会发痒的情况，可能就是提醒你肾气不足了。大家要注意，血管遍布我们全身，全长有15万多公里。如果血管出现堵塞，那么身体就会瞬间垮掉。那血栓堵在哪里都很危险。那该怎么预防血栓呢？在我们脚上有一个化血栓开关，打开它有很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。这个开关就是我们的脚踝，每天睡觉前多动一动脚踝，能帮助清理血管。方法很简单，平躺或者是坐在床上做勾脚的动作，双腿向前保持伸直，然后用尽全力向身体这边勾脚尖儿，坚持5秒，再用力的向下绷直脚背，这样反复勾脚50下。这个动作有利于血液循环，疏通血管，对血管内垃圾毒素的排出有很大帮助。大家睡前做一做，会感觉全身经脉被拉动了，能够缓解身体疲劳，有很好的助眠效果。长期坚持练习，血管干净了，血栓也不敢来打扰了。那这个动作无论哪个年龄段都可以做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哦。有很多的穴位，那按摩穴位呢也有很好的养生效果。在我们脚上就有个黄帝穴，经常按一按，对血管、心脏都有好处。这个穴位就是公孙穴，公孙穴是8脉交汇穴之一，属足太乙脾经，在我们脚的内侧，第一指骨基底的前下方，赤白肉际处。按压时呢会有酸胀的感觉，平时按摩时呢可以用大拇指指腹按揉，力度可以稍微的重一些，每次按摩3到5分钟，每天早晚各按1次。那中医认为脾统血，所以按摩公孙穴有健脾生血的功效，而且公孙穴可以调动全身，对五脏都有很好的调节作用。没事的时候就按一按，能够打通心血管，对身体健康有好处。中老年朋友可以常按按。大家都知道，脾胃关系着我们营养吸收的问题。如果脾胃不好，身体吸收不了营养，就会生病。所以脾胃不好要及时调理。其实，在我们脚上藏着一个健脾穴，经常按一按，有健脾养胃的功效。这个穴位就是太白穴。太白穴是脾经的原穴，健脾补脾效果非常好。在脚的内侧，脚大拇指往后2厘米的凹陷处，具有健脾益气、理气和胃、祛湿止泻的功效。按摩时用大拇指指腹按揉就行，每天早晚各按1次，每次按揉49下即可。左右穴位都要按到，力度要均匀、柔和、渗透，感觉有酸痛感为宜。那经常按摩太白穴，对缓解胃痛、腹胀、腹泻、肠鸣、消化不良等都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肠胃不好的朋友可以试着按摩一下。
脾胃不好的，平时还要注意饮食，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，少吃生冷有刺激性的食物，这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脾胃。说到便秘呀，那就是1个字难，2个字难受，3个字真难受啊！我们呀出问题得先从自己找原因，别一便秘就怪地球没吸引力，你说是不？那便秘该怎么办呢？当当当当，木子有办法呀，可以常吃3种食物哦。3. 魔芋，魔芋呀含有纤维素比较多，适当的吃一些呢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使大便变软，对缓解便秘呢有帮助。2. 大白菜，白菜富含水分和膳食纤维，吃大白菜呢能够帮助润肠通便，提高肠道蠕动，有助排便。1. 糙米，糙米里含有丰富的纤维素、优质的植物蛋白和维生素，经常吃呢也能够帮助排便哦。那这3种食物大家可以任吃1种。来说最高境界就是眼见为实，那是食物的实啊，而结果呢就是胃疼、胃酸、胃胀。那生活中大家肯定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那如果总出现该怎么办呢？不妨试试常吃2物，多喝一水。芦荟，芦荟含有丰富的芦荟素和芦荟大黄素，能够缓解消化不良，减少反酸胀气的情况。猴头菇，猴头菇里含有丰富的多糖成分，那经常吃能够保护胃黏膜，减少胃酸分泌，帮助减少胀气的情况。还有一种水就是荷叶水，荷叶中呢含有苹果酸、柠檬酸以及琥珀酸，用它泡水喝，能够帮助消化，缓解胃热、胃胀、反酸不舒服的人可以呢多喝一些哦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胃酸胃胀的人要少吃辛辣刺激的。相信在大多数人的意识里，认为喝粥是养胃的，所以肠胃不好的人就经常喝粥。但为什么有些人喝完粥之后会出现不舒服的情况呢？那喝粥到底是养胃还是伤胃呢？首先，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，是喝什么粥都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对容易胀气的人来说，建议喝粥的时候尽量不要喝豆类的粥，因为这样容易加重胀气的情况。还有消化不良的人也不适合喝豆类的粥，容易给肠胃造成刺激。而胃酸少的人是不适合喝小米粥的，因为小米粥容易刺激胃酸分泌，使人出现腹胀、消化不良的情况。所以喝粥养胃也不能随便乱喝。除了上面这些，有2类人最好一口都别喝。第1类人有反流性食管炎的人，因为粥是流体，如果这类人喝粥，很容易导致胃部反流，不利于病情的恢复。第2类人有胃溃疡的人，胃部有溃疡的人也是不适合喝粥的，因为喝粥容易刺激胃部，导致胃酸分泌增多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，会加重病情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明天休息了，今天我要晚点睡。才10点，再玩会儿。哎呀，才11点，再玩会儿。12点了，哎呀，不行，再玩会儿。你说说，现在有多少人跟我似的呀？晚上不愿意睡，白天不愿意起，睡觉前手里拿个手机，看视频的、刷微博的、玩游戏的、看小说的。告诉你们，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可能3个问题就找上你了。第1个呢，就是影响视力了。我们晚上看手机，是不是都习惯把灯关上？这样眼睛长时间的受手机强光的刺激，你说那视力能好吗？眼睛能好吗？第2个呢，就是皮肤了。你说经常熬夜玩手机，手机呢再刺激一下皮肤，那时间长了，皮肤不长痘长斑才怪呢。最后就可能是颈椎遭罪了。假如你长时间睡觉前玩手机，在长时间内保持一个姿势，那时间长了就可能伤害到颈椎了。那还不抓紧放下手里的手机，赶紧睡。就这2天朋友圈天天有人晒体重，这个瘦了2斤，那个瘦了5斤，看得我这个羡慕我就厚着脸皮偷偷的问了一下，
那女朋友就跟我说，这天天呀拉筋练瑜伽，不仅瘦了，体型还变好了呢。哎，我这一听就心动了呀，我就回家试了一下，这可倒好，还没能练呢，腿先抽筋了，老半天的动弹不了，这给我疼的呀。终于找到自己身材不好的原因了，就一个字，害的懒。其实啊，我们平时呢就应该多拉拉筋。拉筋呀，可以帮助我们舒展筋骨，对身体是真的有很多好处呢。哎，那有哪些好处呢？可以延缓衰老，因为拉筋呢可以让筋骨变柔软，让身体保持年轻。还可以保持关节和骨骼的健康，像平时总关节疼的就可以多拉拉筋。最后拉筋呢能够提高免疫力。那你看拉筋这么多好处，你还不心动吗？赶紧练起来吧！大家呀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木子留言，我会在第一时间给你解答的哦。